日本陆自一架直升机坠海失事，距离我国钓鱼岛非常之近，并且机上还可能搭载有日本陆自的中将师长。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这段时间，日本对我国领海领地的挑衅侵犯可谓异常频繁。稍早前一些时候，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多艘安保船加渔船，企图强闯我国钓鱼岛领海，派遣渔船登陆。但在中国海警4舰编队的密切配合、坚决驱离下，阴谋未能得逞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反复尝试80余个小时依然无果，仍然无法突破中国海警严密防线后，最终只得无功而返，掉头驶离。中国海警再一次坚决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很显然，阴谋遭到反复挫败的日本必然不甘心失败。日本海上保安厅不行，那就派更强的日本自卫队来继续挑衅。不过这一次日本自卫队却是阴沟翻船，出了特大事故。一架载有高级要员的日本自卫队直升机，在距离钓鱼岛仅仅200公里的位置上坠海失事。按照日本方面目前发布的消息来看，本次坠海失联的侦察直升机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第8师团现役装备，乃是一架陆基型的黑鹰直升机，具体坠机地点则在宫古岛以西临近海域。经常关注我国海军消息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宫古海峡这条水道是我国海军北上前出日本海以及远洋巡航返航时常走的公海水道。当然，因为距离日本非常之近的缘故，每逢我国海军的舰艇途经宫古海峡时，就免不了被日本自卫队的御用摄影师们搭乘各种飞行器上来，举起长枪短炮的照相机来一番各种角度的拍摄。上至055大驱与辽宁号航母，下至我国海军的054A 驱逐舰与一般补给舰，都曾被日本自卫队在该海域附近拍过照。所以宫古海峡及其临近海域本身就是日本侦察活动的高密集度海域。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本次日本自卫队坠机事发地点。如果从地图上测量距离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本次日本坠机地点距离我国钓鱼岛可谓相当之近，坠机地点到钓鱼岛的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200公里在海空军领域是一个非常短的距离，意味着固定翼战斗机一把油推下去，眨眼之间就能飞到。对海搜索和对空探测雷达侦察200公里距离上的目标更是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说反舰导弹和各种舰载防空导弹，200公里只能算个起步射程。所以说日本陆自这架侦察型的黑鹰直升机出现在距离钓鱼岛这么近的距离上，本身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说不是带着某些目的而来的，也只怕没有人会信。尤其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刚刚在钓鱼岛吃瘪，遭我国海警强制驱离没2天的前提下，日本陆自此番操作就很有一股帮着海上保安厅找回场子的意思。只是没曾想，这场子没帮着找回来，倒是摔了个大跟头，把自己都给搭了进去。目前日本自卫队已经明确承认，这架侦察型的黑鹰直升机就是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联坠海的。与此同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也紧急出动，调集了多艘舰艇前往事发海域进行搜救，机上10人全部坠海，渺无音信。值得一提的是，这架黑鹰直升机上搭载的人员很不简单。按照日本消息人士披露的说法，该架黑鹰直升机上很可能搭载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第8师团师团长坂本雄一中将。这位日本陆自中将可是有名的激进派成员，此前就大谈强化日本军力建设，积极谋求发展日本自卫队实力，并在必要时刻跟随美军介入台海。更值得关注的是，坂本雄一中将刚刚上任第8师团长仅仅6天，属于新官上任3把火的阶段都没过，正准备施展一番作为，不曾想突然遭此横祸。至于为何一架侦察型直升机上会搭载师团长中将这样的高官，透露这一情况的日本消息人士倒是没说。不过目前日本舆论普遍猜测，如果这一情况属实，
那么这可能是中将刚刚上任的某种作秀，或者展现自己能力的行为，想给同僚和外界看看自己的本事，办事能够亲力亲为，有执行力。最后再提一点，日本陆自的这些黑鹰，那可都是上个世纪从美国引进的老爷机，机龄全都在25年以上，各种毛病和问题不断，平日里就没少被日本陆自的飞行员抱怨打报告，要求换新机。敢做这样的直升机出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胆大的行为，承担与之相对应的风险和后果，也不过是正常情况。